机器狗现在进化到什么阶段了？在咱家发展的是相当的快，有点类似无人机要制霸全村的意思。今天讲4款比较代表性的，像前段时间被马斯克点赞的语数 E2W 机器狗，已经火遍全村了。这机动性令我这个碳基生物望尘莫及。它采用轮腿结构，时速可达20公里，比单纯靠腿快了不少，同时又保持了腿能够越野攀爬的特性，旋转跳跃嘎嘎稳，战力负载达到120千克，也就是可以当个坐骑，做个老胡这样的胖子都没问题。在战场上运输物资更没问题，还有 IP67 级别的防水防尘，能在水中疾驰，能在沙漠漂移。沙漠能用很重要的，沙漠嘛，你肯定得考虑。除了更强的灵活性，机器狗还在追求更高的速度。比如今年1月刚刚发布的黑豹 2.0 机器狗，速度达到每秒10米，相当于可以按照人类100米冠军的奔跑速度一直跑。但是人类这个速度只能坚持100米，所以你想想，如果战场上遇见这么个玩意儿在后边撵你，是不是有点闹心？它为啥能跑这么快呢？家里有狗的朋友都知道，走和跑的姿势是不一样的。等一下，好像没狗也能理解，就是竞走和跑步的区别。它应用惠更斯耦合摆的原理，让4足协调成统一的步态，形成合力，进行高速冲刺。简单来说，如果以前的机器狗都是走的，那黑豹 2.0 开始学会跑了。为了支撑这样的速度，它还采用了很多新科技，比如它的小腿是仿跳鼠的结构，采用了碳纤维，刚度提升了 135%， 降低了高速奔跑时小腿折断的风险，增强了稳定性和耐久性，还穿了仿猎豹爪子的跑鞋，抓地性能提升了 200%， 还增加了膝关节处的弹簧缓冲器，减少奔跑时对地面的冲击力，降低能耗。有了这些配置，它就可以成为一个高速隐蔽的侦察兵，快速穿梭获得情报。当然，黑豹 2.0 也可能具备火力打击的能力，它身上预留了挂载的空间，将来嘛，挂啥不是挂呢？那机器狗都能挂点啥呢？带个枪那都是基础的，装个喷火器，背个 RPG 也是常规操作。咱们现在这个火力不足恐惧症已经越来越离谱了。比如这款红翼先锋战斗机器狗，直接背了4枚导弹，能对无人机、直升机和装甲车辆进行识别和追踪，属于空地两用了。它还能上垂发，一次能携带8至10枚飞行手雷。但是这就引发出一个小问题，火力攻击范围会超出机器狗自身传感器的探测范围，这就需要其他机器狗做的侦察，帮助它发现和锁定目标，通过编队配合完成任务。就像去年好歹亮相的机器狼群，由4至6只机器狼组成一个小队，有一只侦察探测狼，配备4D 超广角感知系统，负责收集信息。有2至3只精确打击狼，背武器的，比如95式自动步枪、191型步枪等。还有一只综合保障狼，运输20公斤物资和弹药，子弹不足时能及时补上。根据需要，还可以增加火力支援狼，携带榴弹等压制性火力。按照以往特种兵的概念来说，这相当于是一个特种作战小组了。但是这就够了吗？不够，咱们还在探索更大规模的自主行动，比如最近发布的能同时控制1万个智能终端的军用移动无机基站。你说想要干啥？各种机器狗、无人机数以万计一起上，这饱和打击相当饱和。这就聊到前面说的第3个发展方向了，直接以无人装备为核心进行战场设计，不再是考虑如何用无人装备来扩大单兵的作战半径，而是更进一步，直接代替士兵，直接输出终结者。这有没有可能呢？咱们下个视频接着聊。